今天呢，这是咱们韩国的第2期。今天呢，讲一下韩国首尔市的风水格局以及好处。首尔市呢，作为韩国的首都啊，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啊、政治啊、文化中心，同样也是呢韩国的心脏地带。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呢，首尔的地理位置啊、地形啊和自然环境都展现出了一种和谐与平衡，这也使其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城市。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山脉的守护。首尔市呢是被多座山脉环绕，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南山、北岳山、仁寺洞和白石山等等。在风水学中呢，山脉被称作为龙脉的象征，而首尔周围呢这些山脉犹如巨大的龙脉，守护着这一片土地。山的位置呢，对于风水格局同样也至关重要。比如说呢，像南山位于首尔的南方，可以说呢是为城市带来了煞气的阻挡。而北岳山呢为北方，为首尔呢带来了玄武位置的稳固与支持。那么地标建筑首尔塔呢，也是位于南山之上，它不仅呢是一个现代的标志，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水参考点。在风水学中呢，高塔山丘可以当做吸引和集中气的标志。首尔塔位于城市的中心，有助于集中和平衡首尔的气脉流动。那么首尔塔的建立呢，也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定穴。首尔塔的位置呢，也是在首尔市的地脉核心。同时呢，它也在山上，通过首尔塔的建立呢，将整个浮游在该地区的气汇聚在地脉之上，起到一个稳定的气的作用。然后呢，首尔地区的很多知名建筑呢，也都是围绕着首尔塔建立的，且直线距离相似。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汉江。首尔的中心呢，同样也是汉江，这条河流呢，将城市一分为二。在风水学中呢，流水被认为是财气的象征。汉江呢，不仅带来了流动的生命之水，还促进了首尔地区的经济繁荣。河流的流向速度宽度都与城市的风水有极大的关系。那么汉江宽广，流淌缓慢，同样也为首尔呢带来了平稳的财富和生命力。所谓呢依山傍水北方有山脉耸立，玄武位气势上升；南方呢有活水流淌，贯穿城市。3个部分呢呈拱卫之势，护卫中心宫、景福宫。河流在风水中呢被认为是财气的源泉，汉江呢也将首尔呢分为了南北2个部分，而河流的流动方向呢和弯曲对角的方向呢都与风水中关于水流带来的财运理论相一致。所以说呢，很多的地标建筑也是依照着水岸的对射和气的范围来进行定位建立的。那么第3点呢，就是城市的规划。首尔的古老城区呢，保存了很多的历史遗迹和宫殿，比如说呢，像景福宫和德寿宫。景福宫作为韩国的主要宫殿之一，背靠北岳山，面朝汉江，体现了后山潜水的风水原理。宫殿呢面朝南，有利于接受到阳光，代表着阳气的上升，并且呢与传统风水思想中帝王面南的原则相符合。而德寿宫呢，宫殿的位置同样考虑了与周围环境和地形的关系，遵循了风水之中呢关于建筑与其周边环境和谐共生的原则。那么与北京故宫的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故宫呢也是建立在城的中轴地脉上。那么这些建筑的地位方向都受到过古代风水大师的指导。这些宫殿地脉呢，同时也是符合了风水的传统观念，为皇室呢带来权力和稳定。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城市的动脉。首尔的交通网络呢十分发达，道路和桥梁都像城市的动脉。在风水学中呢，道路桥梁呢规划会影响到城市的气的流动。首尔的道路宽广，交通流畅，使得气呢能够在城市中呢自由流动，为城市居民呢带来了便利和繁荣。这样呢还会利用首尔市的整体气处在一个灵活动态的变化当中，而不是一团死气。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绿色的空间呢。首尔市呢有许多的公园绿地，比如说像洛宗江自然公园、首尔森林公园等等。这些公园呢为城市带来了绿色和生命力。在风水学中呢，植物和树木可以起到调和煞气，为城市带来平衡和和谐。通过各种生气点位的铺排呢，刺激地脉的生气。所以说呢，首尔地区的发展呢是非常不错的。就此而言呢，首尔地区呢，在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啊，依据了五行原则，还有一些正常的煞气生气的原则。比如说呢，一些建筑和地区啊，在材料和颜色上会考虑到五行，比如说金木水火土五种原则，用来达到气的和谐和平衡。有些地区呢会用全红的外立面，有些地区呢则是用相对较灰暗的土系面来进行区分。那么总的来说呢，首尔啊，在其规划和设计中都深入的融入了风水的原理，就是为了保证城市中的地脉的繁荣，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期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点赞转发。